Hello，大家好。最近有学生家长问说，我家老大在上大学，现在想一口气把博士读了，为了未来的职业发展嘛，但是又怕读博的时间太长，要花很多年，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快快的读一个博士？这个问题呢，真的很有难度，就像是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快快的赚大钱一样。根据调查，在美国读博士的平均时间是4到7年，但是总有一些人很快。3年多甚至2年多都拿下博士的也是有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大幅缩短读博士的时间呢？这个根据我观察周围读博士快的人的特点，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9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课程方面，大家知道读博士期间，通常头1年到2年都是以上课为主，课上完了以后呢，后面几年是以做科研为主，所以不管读哪个专业的博士，总是有一些课程要学的。比如说计算机专业的博士，通常有10来门研究生的课需要上完。但是呢，研究生的课其实大学阶段也是可以上的。比如说计算机专业课，像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数据库、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一般学校都会开2个版本，本科生版本的和研究生版本的。研究生版本的课会讲得更深入一些。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阶段想上研究生版本的课，很多时候系里都会批准的，尤其是如果你成绩一直都比较好的话。所以呢，对于某些大学生，他在大学阶段就上了很多研究生的课，这样在读博的时候就可以节省1到2个学期，甚至更多。而且呢，这个积累的学分是不限于本校的，所以如果你以后想换个学校读博士，从 A 校换到 B 校，那么你在 A 校学的这些学分，很多时候也是可以转过去的。第二点是早一点找到适合自己的科研方向。欢迎订阅，就是找到你自己有热情和兴趣，并且也有能力做的科研方向。这个可以在大学读本科阶段就开始思考和探索。比如哪门课你学着很喜欢，觉得很有意思，学得也比较好，就可以下课找老师谈一谈。通常教授们都不富裕，对于找上门来的免费劳动力都很难拒绝。这样呢，你可以早一点就确定科研方向和积累一些科研的经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本科生的课，很多课的助教都是博士生，这些助教他们会帮着改作业，也有答疑的时间。你可以跟这些师兄师姐们聊聊天，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解他们做的项目，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找一个自己有兴趣和热情的方向，这个非常重要。不少人就栽在这个上面，我们随随便便的选了方向，之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兴趣，因此就缺乏动力，没有办法坚持到底，或者是说做了2年，又决定换一个方向，这样呢就会多花一些时间。这其实也不是坏事儿，但是如果能找到自己有兴趣和热情的方向，就不仅会读得快，而且会很开心。最好就是每天都像巴菲特那样，每天都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三是要充分利用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做毕业设计的项目。通常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系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叫做 Capstone Project。 这个项目通常需要1学期做完。在美国，学生有很大的自由度选择做什么。如果是未来打算读博士的同学，你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个有科研性质的项目，不仅可以用来满足大学毕业的要求，这也是你做科研的一个开始。有些学生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就已经发表一些论文了，这样就会比别的同学更快的进入一个科研的启动模式。第四的是找一个好的导师。如果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博士毕业，这是需要导师支持的。如果导师不支持，那肯定就没辙。有的学生找导师的时候呢，太草率，之后发现相处不愉快，读博士期间跟导师发生冲突，很有可能拖很长时间都毕不了业，或者毕业了以后，导师不给写好的推荐信，以至于没办法找到好的工作。很多学生找导师的时候是看名气，名气当然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看名气，因为有名的导师他可能很忙，没有时间指导你，甚至1年也见不了几次面，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可能没有空。所以呢，除了名气之外，导师的人品、性格，对于学生的关心、照顾和支持程度都很重要。第四是时间管理。读博士期间，人很容易得上拖延症。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的项目通常是探索性的，你需要做什么，没有人具体告诉你，你经常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另一方面，大学里又比较自由，没有人管你，不需要按时上下班，这样呢就很容易开始拖延，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晃几个月就过去了，也没啥进展。
所以读博士期间的时间管理很重要，你需要设立明确的目标，具体的短期和长期的目标，并且根据目标来分配时间。你还需要细分哪个目标，把比较大的科研项目划分成一些小的项目和里程碑，这样每天都能完成一点，每天也有成就感。第六是策略性发表论文。欢迎订阅。博士毕业都有论文发表论文的要求，通常发表的论文既要有数量，也要有质量，这就需要你和导师密切的规划，每年写哪几篇文章，每篇文章都投到哪些地方去，是投期刊还是投会议，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规划的。论文很高产的同学，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就是要养成每天都写论文的习惯，哪怕每天都写一小段，日积月累，一篇篇的论文就写出来了。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包括我在内，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就做实验，等实验都做得差不多了才开始写论文，然后呢，可能又写得比较慢，等论文写出来投出去，都已经又过了几个月了。但是那些效率很高的同学，都是一边做实验一边写论文，这样实验做完了，论文也写完了，马上就可以投稿出去了。所以人家毕业快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另外呢，一边做实验一边写论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帮你记录了你整个的研究过程，也可以不断的帮你梳理思路，并且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第七个是找人合作，你可以找一个合作伙伴，比方说实验室的其他同学一起合作，这样呢，不仅在科研方面可以互相帮助和促进，而且也有了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因为在读博士这几年，可能是你人生中非常孤独寂寞的几年，在这几年中，你做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很小的一撮人之外，没有人懂。不是说它有多难，主要是你做的东西真的没有人在乎。事实上，可能连你妈妈都不在乎，不信你讲给她听，她都不想听。所以说，如果你能找一个谈得来的合作者，难兄难弟，互相帮助和支持，抱团取暖，这样呢，也可以帮你快一点完成任务。第八是早一点开始找工作。有一部分人，他们读博士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不是因为科研的原因，他们的科研工作已经做完了，论文也已经发表够了，就是拖着不毕业。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毕业了以后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还不如就在学校里待着，这种情况就很亏。大家知道，博士其实就业面比硕士和本科生要窄得多，很多工作是不需要博士的，所以需要早一点就开始找工作。在读博期间就要关注就业的机会，找工作的渠道，比如说学校的招聘会、学术刊物上的广告、导师的联系。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时不时出去开会，认识一下业界的人物，这样呢，人家学校或者公司或者研究机构有了位置，就可能会想到邀请你来申请。第九，最后一点，这一点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你可能会说，有没有搞错？我想早点毕业，你让我注意休息和放松。是的，因为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工作，劳逸结合。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健康，还有精神的健康。博士是抑郁症、焦虑症的高发群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探索人类知识的前沿，所以经常会失败，经常会迷失方向，甚至会觉得自己做的工作毫无意义。不少人形容自己读博士的日子，好像是被困在监狱里，四面是墙，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找不到突破口，无法脱身，可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在读博期间感觉自己焦虑或者抑郁了，需要看医生，该休息就休息。因为如果得了抑郁症，不仅博士读不下去，连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最后我想说，读博士其实快一点慢一点并不重要，读博的这几年你一样是可以享受生活的。人生中其他的事情不必因为读博而按下暂停键。事实上，读博士期间，你的生活可以依然丰富多彩，该吃吃，该喝喝，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孩子就生孩子。人生是一场旅行，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所以，享受读博的每一天吧。如果您希望看到我们更多的视频，欢迎订阅。